刚穿越斗罗就被小五强行奉献一血，更是让你们的子嗣遍布整个星斗大森林。只因你穿越成为一只百年灰土，开局便遇到浑身躁动的小五，他为了压制燥热的心神，便强行将你拽进了草丛。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万年。本以为你们会相守一生，直到小五的妈妈带着他前往生命之湖居住，而你竟被大明二明直接拒之湖外，给出的理由竟是外来物种不配踏入湖区。分道扬镳之后，你一路跌跌撞撞，又来到了和小五第一次的那个地方。月光在那里形成了舞台灯光，只不过这次没有了女主角，而这时白光一闪，一缕清香自悬崖之下缓缓升腾而起，你竟鬼使神差的跳下悬崖，睁开眼正好看到花开的过程，通体银白不染半分杂色，好似一朵银色珊瑚在空中傲然挺拔。你自然认出这朵花便是广寒枝，乃是吸取了月亮之精华的天才地宝，这等仙才是大补之物。而此刻这广寒枝刚刚开放，正是最佳吸收时期，你不敢怠慢，连忙吸收，吞噬长达一整晚。醒来时你全身都发生了变异，后腿变得极为粗壮，而身上更是散发着一种魅惑的气息，自己竟然正向变异成为广寒玉土。随着你开始调动体内的魂力，突然发现丹田之中竟然凝聚出了魂核，这意味着以后的修炼速度将快速提高。苦修9万年后，你已然成为了这方天地的强者，再见时已成为一名俊俏的男子，同时化形凝聚出了6个魂环。黄紫紫黑黑黑，你迈步走出星斗大森林，一腔少年意气准备闯荡天下。此时星斗大森林外围，一名少女缓步走来，独孤雁轻轻走着，独自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突然轻呼一声，小白鞋踩在了雨后的水坑之中。看着被泥泞沾染的小白鞋，不禁嘟了嘟嘴。忽的他听到周围有鱼儿游动的声音，独孤雁心中顿时一喜，他的武魂是碧灵蛇，对周围的感知能力极强。他顺着声音走去，眼前便是清澈的小溪了。不过令独孤雁疑惑的是，这附近并没有鱼。他想不明白也不再多想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将自己的小白鞋洗干净。不过这若隐若现的气息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双脚有些发软。此时你在小溪游来游去，鱼儿在身后追赶，你倒是很享受这种感觉。过了差不多10分钟，那气息仍未散去。此时的独孤雁眼中有点迷离，脸颊上还有几朵红晕点缀。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尝试站起来，却不免感到头晕目眩。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小白鞋顺着小溪顺流而下。他想着追赶，但是自己的腿却怎么都动不了。却在这时他听到了你游泳的声音，顺着声音一瞧，便看到你在水中游泳。他的脸瞬间爆红，伴随着你的逼近，那气息越来越浓烈。终于他的脚步不稳倒了下去，而在他倒下去的那一刻，他娇喝一声登徒子，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颤抖，而他本人也倒在地上，浑身发烫无力。而此刻的你似乎忘却了自己的魅惑气息依旧笼罩着周围。不过随着那一声登徒子，也将你拉回了现实。循着声音望去，岸边有位女子正瘫软在石壁上，你看着姑娘这副样子，纵身一跃来到独孤雁身边，一把扶住她。你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坏菜了，忘了自己现在是人。你赶忙捂住她的眼睛，将她转了过去，然后跳进水中释放魂力，在自身周围形成一道雾气。独孤雁转过头来，眼中的怒火仿佛要跳出来，你个流氓登徒子！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神却越来越迷离。此刻你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先在小溪中洗澡，事先已经确认四周没人，这件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对啊，不是你先看的我吗？此时独孤雁终于顶不住你所散发的魅惑气息，口中喷出香甜的呼吸，径直朝着你扑来。你心中警铃大作，他想干什么？但是独孤雁动作极快，已经扑在了你怀里，四肢缠绕在你身上紧紧不松。不愧是蛇类武魂。你看着怀中的独孤雁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自己是正人君子啊，绝不能趁人之危。你在慌乱之中连忙收了魅惑气息，独孤雁眼中的欲望也缓缓消散，眼神逐渐恢复了正常。他望着这个帅得过分的少年，一股羞耻涌上天灵盖，自己居然在野外和一个身无寸缕男子的如此暧昧。孤独雁一巴掌打在你的脸上，抬手便召唤出了自己的武魂碧灵蛇。你被这一下打得有些懵，又看到对方摆出战斗姿势，心中暗道不妙。独孤雁此刻已怒不可遏，怒火冲天，你这流氓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药？你让我丢尽颜面！说罢口中喷出一道绿波，朝着你射来。这道绿波便是碧灵蛇的普通攻击了，虽然基础伤害不高，却附加着碧灵蛇的本命剧毒，危险非常。你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对不起了姑娘。你睁开眼睛，这双眼睛不同于之前的银瞳，而是变换成了深紫色，肩膀上出现一只兔子，正是你的武魂广寒玉兔。随着武魂出现，独孤雁也不禁大惊失色，这流氓看着人畜无害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，可他居然有6个魂环。不过更让独孤雁震惊的是，你的第二魂环赫然是紫色的，更是绝无仅有。独孤雁突然有些后悔，此时你身上的第二魂环光芒闪烁，第二魂技广寒之瞳，这是你的第二魂技单体魅惑，魅惑等级远超刚才自身释放的气息。不过这光芒没有杀伤力，纯属控制。广寒之瞳的效果是魅惑对方的精神意志，迫使对方陷入幻境，只对你有特殊好感的幻境。我真得狠狠操控你了。广寒之瞳和刚才的大范围魅惑气息差不多，只不过一个是自然形成的领域。你早已料到独孤雁刚才这么大反应，大概是那气息被他闻的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此时只施展一瞬间的第二魂技，威力应该没有刚才的气息强吧。不过接下来的独孤雁反应让你彻底对自己的能力刮目相看，在他被魅惑的一瞬间，便如同疯了一般扑向你，甚至比刚才还要激烈。双唇相贴，呼吸缠绵，独孤雁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全凭本能行事。终于你解除了自身无衣可穿的窘境，打了个响指，天地重归平静。独孤雁眼中的迷离渐渐散去，你静静地躺在地上，不过被缠着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糟糕，看来以后要好好把控魅惑的力度了。你手微微把独孤雁推开，他便羞涩地把头埋进你的双臂之中。刚才的那一幕在脑海中历历在目，你盯着独孤雁娇羞的样子，随即目光缓缓向下，你的鞋怎么办？独孤雁下意识看向脚下，这才狠狠叹了口气，自己的鞋子早被水冲走了，他现在光着脚丫。你此时心中已了然他的想法，动手捏了捏他肉嘟嘟的脸，上来吧，我背你。独孤雁依然如此嘴上不饶人，但明显语气比刚刚温柔许多。独孤雁的碧灵蛇武魂属于蛇类武魂，自然要继承一些蛇的特性，比如独孤雁的身体比一般人凉上些许。你背着独孤雁顺着小溪一路向下，广寒玉兔也一样阴属性，倒是和蛇类武魂魂师一样，身体较为冰凉，这让独孤雁有了些熟悉的感觉，心中对你的好感顿时提升。你来
星斗大森林干什么？我30级了，需要一个第3魂环，爷爷让我一个人来历练。你爷爷放心，你自己来。不知道哎，不过我们天斗皇家学院的学生自然要有敢于自我探索的精神。这句话独孤雁明显表现得更高傲了一些，毕竟那可是皇室学院，天斗皇家学院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独孤雁挺了挺傲人的胸脯，一脸自豪。那当然，那可是我们天斗城最顶尖的学院了，而我在里面也算天才哦。那你多大了？18岁了，是不是很年轻？我也18，我单纯在野外自己修炼都到6环了，你才3环不到。随即独孤雁握紧小拳拳，重重地拍向你的后背。臭流氓，坏流氓！见此你也不恼，只是觉得这丫头可爱至极。但如果让学院的人看到这一幕，肯定会惊掉下巴。毒冷女神居然会撒娇！天斗皇家学院，一名蓝发紫瞳青年莫名打了个喷嚏。奇怪，谁在想我？玉天恒殊不知自己即将得手，欲图亲手撕碎他毒冷女神称号的计划，已经被另一个男人彻底打碎。林奕晨，你这么厉害，真的只是一个普通魂师，没加入过学院。独孤雁和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，似乎刚才的尴尬气氛一扫而空。没有，家中贫穷，父母早逝，居无定所。你说这些话时语气很轻，仿佛真的经历过一般。不过独孤雁瞬间一喜，正要开口意图拉拢你加入天斗皇家学院，却被你打断。所以我现在想去武魂殿看看，据说那里对平民很友好，应该不会瞧不起我。不知怎地，独孤雁蓦然心中一紧，皇家学院向来不收平民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他刚才的小女生想法也是痴心妄想。我们还会见面吗？独孤雁还是问出了这一句让他错愕的问题。应该会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小溪的末尾处，独孤雁突然感觉这段路好短好短，可惜事与愿违。你将它轻放在大石头上坐着，又小跑过去把那双小白鞋捡起来。独孤雁看着那双小白鞋沉默良久，就在这时一声刺耳的声响传来。独孤雁定睛一看，旁边赫然正是一条曼陀罗蛇，粉色身体正是1000多年修为。那曼陀罗蛇张开血盆大口向独孤雁袭来，在独孤雁决心殊死抵抗之时，你已跃至半空，双臂呈十字状交叉向下斜斩，一点寒芒先到，十字月华斩斩出，那条千年曼陀罗蛇瞬间被斩成2半，头脑仅存一点意识，从他眼睛中可以看出深深的恐惧。独孤雁当场愣在了原地，一击把千年魂兽秒了，甚至都没有全力。他又一次刷新了自己对你的认知，6环和秦明老师差不多，可单单从这一击的效果上来看，秦明老师也绝对招架不住。给你留了一口气，抓紧杀死他吸收吧。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，将独孤雁从懵逼的状态中拉出来。独孤雁赶紧走向半死不活的曼陀罗蛇，手起刀落，曼陀罗蛇当即没了动静，随即盘曲而坐吸收魂环，而你却盯着曼陀罗蛇的尸体一言不发。回想起数万年前一个晚上，你自己在草丛和小舞，当即便听见了蛇吐信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也正是曼陀罗蛇这一类魂兽，其修为至少1000年，张着血盆大口朝着小舞咬了过来。你赶紧拽着它狂奔，走投无路之时，另一只较为强大的柔骨兔从天而降，至少万年修为，勉强杀掉了这只曼陀罗蛇，那也是雌性柔骨兔。杀完以后，朝着你和小舞看了一眼，跳过来揉了揉小舞的耳朵，带着它离开了。也是这时，小舞也有了妈妈保护它，而你依旧一个人孤苦伶仃。收起思绪，你瞟了一眼正在继续吸收魂环的独孤雁，隐约感受到小舞的气息，是在诺丁学院吗？傍晚时分，独孤雁站了起来。你在看什么？独孤雁走到你身边，这是他第一次在你脸上看到怀念的表情。故人，轻描淡写的2个字，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透进沧桑。独孤雁试探性问道：那他应该对你挺重要？不知怎地，心中莫名有些紧张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独孤雁点点头，沉默不语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既然你的任务已经完成，那我们也该走了。独孤雁听到这话，猛地抬头，眼神有些湿润。林奕晨，有空来天斗皇家学院找我玩。天斗帝国法斯诺行省诺丁城，你通过搜索原著里的记忆，加上对小舞气息的感知，隐约感觉小舞就在这里。在这普通小城市，你穿着极为鲜亮，虽然自己不外放魅惑气息，但广寒玉兔本身散发的气质也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眼光。眼前一个小乞丐停留在包子铺面前乞讨早饭，里面的老板娘满眼不耐烦：滚滚滚，臭死了！别弄脏了老娘的包子铺。你看不惯高阶层欺凌低阶层的行为，更何况这个卖包子的阶层也不算太高。老板，包子怎么卖啊？3个铜魂币一个，你快点买，别耽误后边的人排。哎呦，公子，像您这样衣着高贵之人能来买包子，小的真是3生有幸了。不要钱，免费的。老板娘怕是把你当做了贵族公子哥，不管是前世还是当初，在星斗都是看惯了这类生物。你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然后当着老板娘的面将3个包子递给了小乞丐。小乞丐立马磕头感谢。与此同时，天斗皇家学院，独孤雁心不在焉的叶玲玲走过来询问：怎么了，燕子？她是天斗皇家学院一对当中唯2的女生，自然和独孤雁的关系十分要好。玲玲，我不是去星斗猎杀魂环了吗？路上遇到一个登徒子。叶玲玲脸色大变，他对你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告诉独孤前辈？独孤雁瞬间俏脸一红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独孤雁把这2天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，过了几秒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燕子是恋爱了。我们的毒冷女神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抱着别人的男子啃呢？玲玲，你别说了。独孤雁脸色通红，连忙捂住叶玲玲的嘴巴，但是没止住她那咯咯的笑声。屋内2者相互打闹，只是门外的玉天恒脸色差到了极致，他的脸已经黑到了极点。2人的关系在学院之中有目共睹。虽说独孤雁平常不与人沟通，可是他对玉天恒却是稍微有些放下戒备。所有人都认为他俩不一般，玉天恒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可是现在，玉天恒怒吼一声，摔花而去。这吼声让屋内的2人咯噔一下，对视一眼。是队长吗？叶玲玲开口询问。应该是吧。没事，燕子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心有所属，也不用再搭理队长了。诺丁城武魂殿分店门口，你缓缓走进分店，一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，他叫刘晴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。您好，请问您是来领取每个月的魂师津贴吗？刘晴看你穿着白净，眉目清秀，让他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你有些错愕，魂师津贴那是什么？自己只是来注册魂师啊。刘晴此时的状态只能比你更猛，不知道魂师津贴，这是一个正常人吗？我来注册魂师。一句话将刘晴打回原形。在常人认知中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才刚刚10级，不过出于对工作的尊敬以及为人的礼貌，刘晴还是耐心引导。好的，注册魂师请往这边来。刘晴将你带到一处门前，牌匾上写着执事厅，这是我们诺丁武魂分店的执事素云涛大人的办公室，他负责检测魂力和登记魂师信息。你站在
在门口嘴角微微上扬。涛哥嘛，这我知道。轻叩3下门便走了进去。你好，我是来注册魂师的。素云涛抬眸看了看你，随即拿出一个深蓝水晶球递给你，先检测一下你的魂力，把手搭在上面输送魂力即可。你照做。可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果然霎时间，那深蓝水晶球瞬间充盈着刺目的光芒，而后砰的一声炸了。炸了！水晶球当场炸了。这深蓝水晶球最高可承受30级魂力。素云涛瞳孔骤然收缩，拍而起，跟我去找马修诺店主。什么云涛？你说他把深蓝水晶球给炸了，说明眼前这人是40多级才来注册魂师。马修诺刚喝的水差点喷出来，随后掏出一颗60级的紫色水晶球，这颗应该足够了。可马修诺话还没说完，紫色水晶球瞬间光芒万丈。60多级来注册魂师，一般这种诺丁小城市没有魂帝级别强者的。马修吃惊的看着你，您的魂力究竟有多少级？这种魂帝级强者出现在诺丁城，这是他平常不敢想的事情。你大概感受了一下，差不多63级吧，给我开个63级的证明就好。不一会证明便开好。此时诺丁初级魂师学院，你刚到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，门房打量着你，奸诈的笑了一声。魂师学院，闲杂人等请勿靠近。穿的倒是高贵，租的吧？猪鼻子插大葱。见此，你只好把开具的魂师证明给他看。门卫看到证明上印着63级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大人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学院里朝气蓬勃，你来到一座花园之中。玉小刚正自信地拍着胸脯。小三，这是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的全部内容，你若能吃透，为师保证你的理论是当今第2。你看过原著，自然知道面前的玉小刚实际没什么真本事，还爱装逼。但你的目光没有注意他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旁边的那位女生。蝎子辫子，粉色裙子，可爱甜美的脸蛋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这女生便是小舞了，也是你1万年欢爱的女主角。此刻的她已经化为了人形，正在魂师学院学习。你此时突发奇想，想借玉小刚所谓的核心理论来看看。前辈，你手中的书我能看吗？玉小刚仔细打量着你，眼中难掩不自在。去，我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，岂是你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可以看的？玉小刚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果然自己只是隐藏了魂力气息，就落得如此下场。玉小刚当真是个道貌岸然、吃软怕硬的伪君子。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，您是远近闻名的大师吗？你故意在大师这2个字上拖上了尾音。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这句话是你说的吧？大师好厉害，一句话骂了自己2次，一个侏罗废武魂在这里装蒜。这斗罗大陆本来就知道的知识还用你教？你丝毫没给玉小刚留面子，这种人就是欠骂。玉小刚气急败坏，怒目圆睁，你怎么可以质疑我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？那是我毕生的研究成果，因为你29级突破50岁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事实吗？旁边的唐三始终没开口说话，只是无声袖剑已经暗自启动，侮辱自己的老师已有取死之道。不过令唐三惊讶的还是小舞的反应，他感受到眼前这个男子很熟悉，但他着实是想不起来。小舞终究还是忍不住了试探性问道：“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我们大概率是见过的。”小舞跟着你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，你在周围5米释放出了魅惑气息，一瞬间蝴蝶纷纷飞来，落在你手掌中。10万年了，你还是这么可爱。小舞的内心好像被炸弹引爆了一般惊讶。你是那个？小舞的脸瞬间通红。我现在叫林奕晨。小舞羞答答的脸庞好像一个熟透的红苹果。你揉了揉小舞的脑袋，傻丫头，奕晨哥哥，你现在好强啊，不像我还得从头开始修炼。对他来说，从10万年魂兽变成20多级魂师，这2者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我们家小舞何必如此气馁？说罢又朝着小舞的脑袋揉了揉。而此刻的小舞就像一只顺从的小猫。奕晨哥哥，你之后要去哪里啊？武魂殿，那里对平民还是不错的，像我们这样魂兽化形，贵族学院是容不下我们的。小舞听到这句话，脸色瞬间雪白。奕晨哥哥，武魂殿杀了我妈，想到这里你又报警了。小舞，我答应你，母亲的仇一定得报，我会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小舞此刻早已潸然泪下，泣不成声。妈妈走了，大明二明还待在生命之湖，我亲近的人只有你了。就在2人依偎之际，躲在墙角后的唐三却是微微发怒，虽然听不出2人说的话，但从2人的动作看来，2人关系不一般。唐三握紧拳头，重重的朝着旁边的石墙砸去。侮辱那个大废缸也就算了，此刻居然在玷污我的小舞。翌日清晨，你便早早起床，在床头给小舞递了一张纸条，大体意思是我出去给你挣点钱，回来给你买东西吃。此刻的你已经远离了诺丁城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打斗魂，这也是作为魂师最主要的经济收益。自己已经是6环了，自然不能去武魂殿领取魂师津贴。诺丁城和索托城离得太远了，就算以正常6环魂师的全力速度，也至少需要2天才能赶回来。就算广寒玉兔是控制敏攻系武魂，那至少也需要1天，更别说还要在那里打几场比赛了。你走的这条路是小道，这里鲜少有人来往，事已至此，只好使用魂技了。你心中想着，脚下早已按捺不住。广寒玉兔从肩膀上探出，你这才看到竟然是离体武魂，极品离体武魂，可以与本体协同作战，魂技可以在武魂和本体上都生效。你心中大骇，因为你发现一个更加不得了的事情，这个离体武魂可以附身，而且附体之后，离体武魂所增加的收益可以100%返还加成到宿主身上。也就是说，第一魂技月影主要作用就是增加速度属性，使用第一魂技之后，本体和武魂的移动速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300%，而且更变态的是，广寒玉兔附身，身后浮现出兔子虚影叠加，你此刻自身的速度已经增加600%，已经远超普通防御系封号斗罗的速度了。6倍速度叠加之下，你的身影在尘封中几乎化作一道银线。原本普通人要走上5天的路程，你不过1个时辰的功夫便已望见索托城的轮廓。来到索托大斗魂场，这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，面积将近占了整个索托城的1/10。你刚走进去，迎面便传来各种喝骂声和打斗声，听起来战况
况就非常激烈。一个中年男子打量着你，看他坐的位置，应该是报名管理人员了。新来的，第一次打斗魂，报名费10个金魂币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刚好够，将金魂币递给了那中年男人。看到金魂币的到来，中年男人拿出了一张纸，姓名、年龄、魂力、武魂类别和名称。说完便拿出一枚铁徽章，基本信息填完就可以拿着徽章去参加比赛了。怎么要检测这么多？姓名林奕晨，年龄18岁，魂力63级，武魂广寒玉兔，控制敏攻系。中年男人口中咯噔一声，多少级魂力？63级，控制敏攻系战魂师。您真的是第一次来参加斗魂？中年男人似乎不相信你的说辞，毕竟谁都没见过60多级还是铁徽章的吧？您稍等片刻，我去通知会长。不多时，会长已来到这里。你如实禀报了自己的情况，会长的表现就比较平静些。他是见过魂力更高的人，自然不能因为这点小场面便大惊失色。不过18岁的魂力也确实让会长眼神一亮。小兄弟，很遗憾的告诉你，由于你的情况特殊，只能匹配60级到79级的中级区。这一阶段的对手大多都是金徽章，徽章的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铁、铜、银、金、紫、金。徽章等级越高，对手实力越强，实战经验越丰富，战斗就越困难。而且60级到79级这个区间内，每一级的魂力差距就非常大，所以基本上高等级的徽章对低等级徽章压制作用是巨大的。行，我一会去报名。你点了点头，便径直走向休息区，打算休息半天，等下午再去报名。因为现在身上没钱了，只能待在大斗魂场的休息区。好在这里挺舒适，对魂师也会有特殊待遇，隔三差五的给魂师们上一些水果或吃食。而就在你喝着果汁，啃着水果，享受着远超普通魂师的待遇时，你的目光突然瞥向报名处，那是4个人，一个大人领着3个青年。那名大人是一名差不多50岁的中年男子，斜拔子脸，身材较为壮硕，戴着一副眼镜，透出满满的肩伤感。而3位青年中年龄最大的看起来16、17岁的样子，这3人便是史莱克的学员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，而他们的老师便是4眼猫鹰弗兰德。你将感知能力稍微提高了一点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你心中也明白了些大概。你端着一杯果汁慢悠地向他们走去，一旁戴沐白脸色十分阴沉。戴老大，院长让我们一起参加2v2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身为史莱克学院的一员，奥斯卡可以说是相当有礼貌，对他的戴老大十分尊敬。此时戴沐白一言不发，低着头走路，杯子倒在地上的声音响起，你他妈没长眼睛！戴沐白怒吼一声，吓着旁边的女服务员一哆嗦。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这杯果汁正是这名女服务员刚刚递给你，你自然看不惯别人欺凌女生，是你先撞掉我的果汁的，道歉。戴沐白已经气得嘴唇发抖。什么时候在索托城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白脸也敢欺负他戴少？小子，你找死！戴沐白抬手便是一记虎爪拍出，